7亿5700万新元。这不是什么豪华公寓的售价，而是一笔用来修路的钱。没错，新加坡政府刚刚砸下7.57个亿，就为了给樟宜机场第5搭客大厦铺一条路，而且这还只是第2份工程合约。就在不久前，新加坡陆路交通管理局正式颁发了樟宜南部廊道项目的第2份土木工程合约，总价值高达7.57亿新元。砸下这笔巨款，难道仅仅是为了缓解东部目前的交通拥堵吗？事实上，这是一盘提前了整整10年的大棋。这条走廊是为未来樟宜机场第5搭客大厦，也就是 T5 铺设的战略生命线。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樟宜南部廊道项目。要理解樟宜南部廊道的重要性，我们就要先看清它的服务对象，也就是樟宜东部大开发项目。这里的核心是预计在2030年代中期投入运营的第5搭客大厦 T5。T5 绝不是一个普通的扩建工程，它的占地面积相当于现有的4个搭客大厦总和。当 T5 全面落成，樟宜机场每年的客运容量将增加约5000万人次，这意味着未来每天将有数以10万计的旅客、机场员工以及海量的航空、物流、货车涌入新加坡的东部路网。我们目前依赖的范岛快速公路和东海岸公园大道，在日常通勤中或许还能勉强应付，但如果面对 T5 带来的流量海啸，现有的交通承载力会瞬间饱和，甚至面临瘫痪的风险。在新加坡的城市规划哲学里，基础设施从来不是等问题出现了再去补救，而是必须走在产业需求爆发之前。这也是为什么虽然 T5 要在2030年代中期才建好，但周边配套的道路改造工程在2024年就已经紧锣密鼓地启动。樟宜南部廊道项目是一个分阶段、长周期的系统性工程。路交局在今年9月颁发了第1份工程合约后，紧接着又颁发了这份额高达7.57亿新元的第2份合约。这种提前近10年动工的节奏，正是新加坡政府应对未来不确定性时最标志性的长周期规划模式。当我们把视角从东部的几条快速公路拉高到全球航空的版图上，就会发现，樟宜南部廊道不仅仅是一项交通工程，它是新加坡防守并反击全球航空枢纽竞争的重要一环。目前，全球的航空枢纽都在疯狂扩容。以我们的主要竞争对手之一中东的迪拜为例，迪拜正在斥巨资扩建阿勒马克图姆国际机场，目标是最终达到每年2亿6千万人次的惊人吞吐量。面对这种依靠广袤土地和雄厚资本进行的大规模扩张，新加坡作为一个土地面积仅有730多平方公里的城市国家，显然无法在绝对空间上与对手硬刚。那么，新加坡的赢面在哪里？答案就在于精细化规划与时间差战略。新加坡的基建模式核心竞争力在于极度严密的政府规划机制与财政预算的连贯性。7.57亿新元的合约金额，清晰地映射出国家财政对战略级基建的稳定输出能力。通过提前近10年进行路网的重新布局，新加坡实际上是在为未来的经济增长提前买单。当2030年代中期，全球航空业迎来新一轮爆发，各大枢纽可能因为地面交通瓶颈而焦头烂额时，樟宜机场 T5 将能够无缝衔接一个已经成熟、运转高效的地面交通网络。这不仅能提升旅客的过境体验，更重要的是，它能确保高附加值的航空物流、冷链运输以及跨国企业的供应链在新加坡实现最高效的流转。不过，把宏大的战略落地到现实中，却要面临极其严苛的物理限制。很多人可能会问，既然只是修桥铺路，为什么一个樟宜南部廊道项目要分阶段招标，而且第2份合约的工程预计要到2034年才能彻底完工？长达10年的施工期，根本原因在于新加坡面临的极端空间限制。根据路交局公布的信息，这项工程不仅要在西林道建造新的高架桥，还要对东海岸公园大道和范岛快速公路进行重大的道路改善。这意味着
施工团队必须在不切断现有交通动脉的前提下，完成复杂的地下管线迁移、隧道挖掘和高架桥梁的吊装，这要求极高的工程调度能力。比如，许多重型吊装和危险作业只能在深夜极短的几个小时内进行，以避开早晚高峰。同时，施工期间必须通过精确的交通流量模型，不断调整临时改道方案，最大限度降低对东部居民和机场现有运营的干扰。政府在招标时考量的不仅是报价，更是承包商在复杂城市环境中进行手术式施工的综合管控能力。这种严谨的工程推进节奏，虽然在短期内会给途经该路段的驾驶者带来一定的视觉压迫感和轻微的不便，但它是避免城市交通在改造期间陷入全面瘫痪的唯一科学路径。而在这些工程技术之外，这项基建还藏着一个充满人情味的细节。除了宏大的国家战略和工程技术，这份官方文告中还有一个容易被忽视，但却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细节。该工程将新建 3.5 公里的脚踏车道及相关的通勤设施，在一条为国家级航空枢纽配套的快速交通廊道中，专门划出空间给脚踏车，这反映了新加坡在城市规划理念上的深刻演变。我们可以参考目前正在建设的新加坡首条综合交通廊道，也就是南北廊道。未来的樟宜南部廊道同样延续了这一思路。这新增的 3.5 公里脚踏车道将无缝接入新加坡现有的公园连道网络，以及樟宜和东海岸地区的脚踏车道网络。这意味着对于居住在东部的普通市民，或者在樟宜商业园工作的上班族来说，这条耗资数亿的走廊不仅仅是通往机场的高速路，更是他们周末骑行休闲，或者解决最后1里路通勤的社区基础设施。它打破了巨型交通工程与社区生活之间的隔阂，实现了基建红利的社会化。政府在规划战略级资产时，依然保留了对微观个体生活质量的关照。这种在宏观与微观之间取得平衡的治理智慧，正是新加坡政策设计的精妙之处。总而言之，樟宜南部廊道绝不仅仅是一项简单的道路拓宽工程，它是新加坡为了迎接 T5 时代提前10年布下的一道交通防线，也是在激烈的全球枢纽竞争中用真金白银夯实的国家护城河。虽然在迈向2034年的这10年建设期里，我们不可避免地要忍受一些施工带来的阵痛，但当我们看懂了这背后的战略意图，或许就能对眼前的这些施工围挡多一份理解。那么，作为居住在新加坡的你，平时经过东部时，对目前的交通状况有什么切身的体会？对于2034年 T5 全面落成后的新加坡，你又有什么样的期待？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你的看法。如果你喜欢今天这期基建解析，别忘记订阅频道，并打开小铃铛。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